这有人吗？老板，来碗面。哎，好嘞。别动！我是警察！救命啊！他们是假警察！他们是假警察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警察办案，大家不要恐慌。怎么回事？我们是刑警支队的。我们是海通市公安局的，跟你们韩队之前联系过，这次是来执行跨域追逃任务。原来是自己，欢迎欢迎。那我们先回刑警队吧。大强，好人，带走。是。警察同志，你的证件再给我开。好。放下！把他们都给我放了，不然我就杀了他！我退后，快一点！给我退后！我让你退后！好的，感谢你们的配合，谢谢。了解清楚了。清楚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当过特种兵的？看你对付第一个人的身法就知道了。听说你要转业，要不要去海通？我们刑警队非常欢迎你这样的人才加入。去给你打下手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这个队长让给你。听着好像还不错。你好好考虑一下，如果你没有女朋友的话，我也可以帮忙，让你在海通成家立业。怎么，为报答救命之恩，要以身相许吗？也不是不可以。还是算了吧。一个抓诈骗犯，还能被骗得给蒙的女队长，我可 hold 不住。你说的对，我的问题。再见。子健，天马上就要亮了，我们营打的是全力进攻作战的头一炮。这个不用你提醒，我知道这一炮的分量。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曾默还没有任何消息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私自改变行动计划的。刚才吕机长又特意派人来了，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定要遵守战场纪律。这个档口还在强调纪律，就是冲着我郭子健来的，我不明白吗？咱们作为军人，本来不就应该是服从命令吗？行，听你的。郭子健，你脑子里面又在打什么算盘珠子呢？你不应该答应这么快啊！你越答应的快，我心里就越没底啊。
使用多功能侦察仪，观察前方300米树林。不等了，通知吴东胜，马上来营指挥所。是。吴东胜及侦察班全体成员正在待命。不愧是一营的侦察班长，仗马上要开打了，一直收不到集团军侦察分队的消息。你们的任务是对黄石岭区实施现地侦察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吴东胜，您等一下，我有事情跟营长商量一下。战机稍纵即逝，哪还有时间商量？吴东胜，走，出去。我知道你心里面惦记黄石岭区域。咱马上就要发动主攻了，这个时候不容易出现任何偏差。集团军已经把侦察分队给派出去，退一万步讲，就算出现了什么问题，延误了战机，跟你郭子健没有半毛钱关系了。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郭子健从来要的不是但求无过，我要把仗打赢。指挥员对目标有怀疑，难道不该侦察吗？我能理解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你这么做……行，我说不过你啊，这回就当你让我，行不行？出任何事情，我郭子健自己担着，绝不连累你。什么叫不连累我？我们俩已经是一根筋的蚂蚱了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担。好，吴东胜，到，出发。是。海子，怎么了？我们中埋伏了。不许动！走。看来郭子健是对的，我帮你抵挡一阵，你快点传递坐标。行了，不用嘀咕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说的好听，不打怎么知道？想跑的全部击毙，想打的奉陪到底。报告。天黑路急，一定注意安全。是，俺一定注意。期待凯旋。保证完成任务。身手可以。站走！走。杨菜，红军侦察小组怎么不开侦察车啊？在特殊情况下，可以使用合适的车辆及手段进行伪装侦察。你说咱们现在跟一个侦察小组，会不会捡了芝麻漏了西瓜？别担心，他们这里正常的进攻行动全部都是按部就班。我已经跟导演部申请过了，他们会派记录员过来，到时候会跟我们提供要素齐备的录像。不是，那两个人演戏都快开始了，他们一个侦察小组还能泄什么风浪啊？
这就是导演部要的变数，而这个变数，往往就是整个战局转换的关键点。不是，怎么一提到这个郭子健，不是变量就是变数啊？我也想看看，郭子健的判断是不是真的可以超过数据分析的结果。行，梁才，那你坐稳了啊。报告，说，捕猎小分的报告，擒获5只红嘴鸟。摸到这儿来了，没走漏风声吧？刚睁眼就实施抓捕，设备还没开机呢。不过红方侦查人员失联，不恰好证明这边有情况吗？这儿地盘大着呢，他们无法准确定位，更无法判断这里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。确实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不过红方能想到在西风谷跟黄石岭2处派出侦查人员，看来这个索建安有2把刷子。下棋遇高手，过瘾啊！如果索建安真的是一个臭棋篓子，那这仗打的就真没什么意思了。不过也许他还留有后手。政委啊，你怎么能听郭子健传的呢？打仗啊，不能意气用事。反正曾某涵他们现在也没什么任务，让他们辛苦了一趟，至少也能还我们一个心安。我看您对郭子健太过爱护了。建安，你是代旅长，作为指挥员的压力我明白，但我认为啊，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，你应该冷静处置。首先，我承认我对这小子是有点看不惯，但是你太在意郭子健的态度，而不是他的意见。政委，你是我的老领导，你的批评我接受。我知道从演习一开始，你就在帮我树立威信，但是你想想看，现在大战在即，我作为一名指挥员，我不能暂且不后啊。再说，我不是完全没有接受他的意见，要不我怎么能临时改变作战计划呢？刘科长，到。通知各进攻部队，人员装备全部进入站位。是。营长，左副旅长要把玉皇顶之战做实，却依旧让一营按照原计划行动，这显然是把一营放在了次要位置。通知无人机搜索这片区域。郭子健什么德行，索副旅长能不知道吗？把他放在现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。那么让咱们原地待命，又是基于什么考虑呢？7点，一营第1炮打响，马上就可以知道西风谷是真是假。如果真让郭子健那小子勾石运的猜中了，那么蓝军主力的位置就是一个谜。索副旅长也是基于这一点，才把战场重新拉回到玉皇顶。可是，一旦在玉皇顶摆个架势，那么蓝军势必要增援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就是我们这支王牌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。所以你才说谁是主攻，谁是助攻还不一定呢。学着点吧。是。放心吧，班长，除了有几只野鸡飞过，咕咕地喊着难听的号子，其他呀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什么废话！再说了，我们刚才已经把他们的5只红嘴鸟全部收了，估计这会儿红军指挥所还在抱怨那帮兄弟们为啥会不回信呢？他们不回去，更有可能引出后续的小分队，都把眼珠子给我瞪大了。你说敌人怎么就这么确认，硬是直接往咱们这里猛扎呢？这个问题一句话跟你说不清楚。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明白，班长也不明白。是不是先收拾了啊？注意警戒。班长，咱们是来做侦查的，后面还跟了个尾巴，这要是暴露了，出的可是咱一营的人。少说2句吧。不是，咱营长让咱特意侦查这片区域，
我也没看出有蓝军的痕迹啊。这痕迹都在你面前摆着吗？不得找吗？少龙慢点开。是。前面有个路口，在村庄后面有条小路。班长，真厉害，我差点晃过去了。你这眼神啊，真绝了。哼，少拍马屁，好好开车。大家小心点啊，这条路可不一般。停车。虎子，看仔细点。班长，前面这路的宽度过咱们重装备没问题。好，记下来。顺子，记下坐标。上车。杨三木，这前面的路呢不太好走，这一般的驾驶技术啊真应付不了，你们就别跟了。哎，你这是瞧不起谁呢？俺没瞧不起谁，俺都是在替你们着想。万一暴露了行踪，算谁的呀？要不，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，说不定俺们大部队啊真会从这儿经过，到时候你们也方便取证，对不？梁灿，他们这是故意找茬。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啊。要是遇到敌情，因为我们暴露了目标，这算谁的？我觉得咱们没必要跟着他们，咱们应该盯着郭子健。不，我有预感，这一趟我们一定不会失望的。走啊，开啊！梁灿，那你信得过我的驾驶技术吗？下车，换我来开啊！我接受过专门的特种驾驶训练。啊，什么快一点啊，不然就跟不上了。哦，是。我以我的党性向您担保，截止到目前为止，曾慕涵没有跟我们发生任何联络。你们的通信系统是不是一直畅通的？一直畅通。通讯参谋已经1夜没有合眼了，一直坐在电台前盯着呢。郭子健怀疑的那块地域，他做什么了？政委，由于迟迟没有收到曾慕涵的信号，郭子健迫不得已派营侦察班实施现地侦查去了。我就知道他会这么做。有回复吗？目前没有。现在情况紧急，不要再纠结那个点了。是。班长，还真让你猜准了，真有后续部队，可是他们速度太快了，怎么办？指挥所有命令，把这股侦察兵放进来，全部抓俘虏。进了2道坡，可就是咱们的指挥所了。怕什么呀？等他们一进圈，前堵后追，一举拿下。大家注意了，做好战斗准备，情况有点不对头。咱现在给营长发信号吗？发什么发呀？你知道对方什么阵地吗？有多少兵力？有什么装备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发什么呀？明白。万一有误判，产生了误导怎么办？那咱怎么办，班长？咱们怎么办？虎子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跟顺子只管做好记录。是。可是这样的地形，恐怕什么呀？就算不能用笔，也要相互用脑子印证着，把它记牢了。是。梁灿，怎么停车了？蓝军要抓俘虏，不要挡了人家的道。这还真是蓝军的指挥所？现在还不知道。吴东胜他们也发现情况了。坐稳了，把镜头调到广角，下面就是短兵相接，注意不要漏了要素。放心吧，梁灿，我可是全基地演习信息采集冠军。对表。作战时间：2017年6月6日6点40分。点名。1营郭子健到。2营江胜强到。
该是蓝军故意设置的，为了阻止对手车辆，让对手无法在车内完成有效作业。不愧是死机旅，这回真要给吴东胜他们整死机了。班长，咱们会摸进南方老窝了吧？这不是正好吗？咱不就要找他们的老窝吗？虎子，哎，俺再强调最后一遍，注意记录战场要素，关键就是坐标。要是万一漏记了误事儿，俺就把你的脑袋摘下来当球皮。是，班长。班长，前面有路障，左转，直接进二道坡。放我开！什么？放我开！你开不过他！快！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，这二道坡里到底藏着什么鬼东西。吴东胜还没消息吗？还没有。董启飞，走，给我建议店里送位。是。林们，做好攻打黄石岭准备，一旦接到命令，立刻出发。是。杨仔，咱们是采集信息，不是跟踪追击。林子这么密，如果不跟紧一点的话，你拍到的就只能是树叶了。班长，甩掉他们了。这车技牛啊！没想到红方还有这么厉害的高手。班长，你行不行啊？闭嘴！虎子，你们向边上看看，除了帐篷之外，有没有什么装备标志？报告班长，前方发现坦克、通讯车、指挥车等装备，都是指挥所标配。班长，咱成功了！漂亮，又完成了，马上发送坐标。班长，小心！不就是演习吗？至于这么心惊肉跳吗？看你小子往哪跑！记住这几个情况：第一，咱军的主力狠狠要实施反包围，你包围的路线是咱们一直走过的路线。第二，路线两边是有重装备和电子干扰装备。第三，俺怀疑蓝军的指挥所就设在二道坡里。能看到斜后方8点钟方向的树丛了吧？一会儿我开车过去，你们就在那儿利用树丛的掩护跳车下去。我开车引开他们，你们下去之后就立刻分散，分别向营长汇报情况，然后等待救援。班长，那你怎么办？俺可能今天就要在蓝军的军营里边过夜了，但只要任务完成了，俺这个俘虏也就当值了。记住了，坐标和信息无论如何都要发回去。
是在寻找新的出路。哪还有出路？蓝军的地面部队已经包围过去了。团长，是龙尾山。小师，吴班长，你带留单机保着现场，我来跟踪。是。下车救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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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住了，坐标和信息无论如何都要搬回去。导演部，我是梁红，这里发生意外事故，有人员受伤，请快速派出救援车队，还有随行军医。这里的位置是蓝军阵地2道坡。报营长，各作战单元应完全准备就绪，第一波火力压制，是否按时展开？报告，营长，收到营侦察班发来的坐标有信息，黄石岭区域2道坡，可以确定就是蓝军指挥中心的所在地。漂亮，漂亮！老郭，距离主攻发动时间还有不到1分钟，来不及调整，更来不及向上级汇报。你说，咱们该怎么办？那就按第2套方案办。班长，到！马上命令，我营所有远程重型火力，除2连协攻力量外，马上改变射向与坐标，对黄石岭地域实施饱和打击。同时，装甲1连、步兵1、3连、工兵爆破，连同战区陆军配属的所有火力援助，全部展开，对黄石岭地域实施强攻。是。还有，让1连迂回黄石岭，对其残余部队进行清扫。是。胡总，到，马上起草作战调整指示。是。内容如下：我营已于清晨6时59分获取准确信息，发现蓝军指挥所及主力部队集结之地，并附其坐标及基本力量配置。为求最大之作战效果，我营已调整主力部队对黄石岭之敌实施打击，请指挥所视情处置，并调整作战计划。396旅1营营长郭子健。目空一切，简直是目空一切。如果都这么干，那还要指挥员干什么？是，他这么做是有些不妥。不过老左，作为总指挥，
你千万不能乱了方寸。我哪还有什么方寸啊，政委？有这么干的吗？马上发起总攻了，他擅作主张，改变作战方向，开什么玩笑？儿戏吗？老苏，我核实过了，一营是在主攻任务发起前1分钟才收到信息，之后他们立即提交了请示。请示？哼，时间紧迫，情有可原。什么是请示？请示就是请求上级批示，你批示了吗？我批示了吗？好嘛，我行我素，毫无组织性、纪律性。是，你说的对，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作为党委书记，我负有直接的责任。我一开始也觉得郭子健的判断不无道理，但是他的主攻方向已经被你调整成了试探性打击，那打击已经获取准确信息的黄师领，不是更有效果吗？问题是黄师领的信息真伪现在无法判断，万一又是蓝军的幌子，他不仅是浪费火力，很可能会暴露阵地呀。行了，咱们不争了，打击效果很快就会出来，等等看。这梁红怎么搞的？主次都分不清楚了吗？这么大的变化，为什么事先不上传呢？首长，梁参谋跟随小分队去侦察敌情，是事先汇报过的。为什么不死盯着郭子健？郭子健是红方的主攻力量，是最大的变数。可不是变数吗？他这一变，差点把蓝军指挥所都给端了。马上查清楚，郭子健对蓝军指挥所实施了精确的打击，是他得到了红方指挥所的命令，还是他个人得到了什么关键的信息？不是首长，这演习都是背对背的，人家什么战术战法，怎么可能处处都跟咱们汇报啊？你不要给我唱反调啊！这演习山头是固定的，部队人数是固定的，谁多谁少，谁长谁短，我是一清二楚的。是，那阵地上哪块石头偏了向，您都一清二楚。报告，梁红那边什么情况？梁红小组跟随396旅1营侦察班，发现了蓝军指挥所。我知道了，你抓紧时间联系导调小组，让他们随时上报情况。是。听见了吧？猫腻儿在这儿。哎呀，像梁参谋这样，什么事都能抓住核心环节，才是最好的导调员啊。许灵军儿，你这个家伙现在越来越会说酸话了啊？有吗？出结果了。报告，报，导演部裁决，我一营对蓝军指挥中心打击有效，致使蓝军指挥中心60%战力受损。好。
这么快就可以将打击目标从西风谷调整为二道坡，应该是提前做好了 B 计划。看来红方侦察队并不是误打误撞，而就是奔着咱们指挥中心来的。红方里头一定有高人。第一支侦察小分队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及时调整作战部署。还是我不够警惕，有点过分自大。是咱们小看了索建安。可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咱们指挥所的坐标，为什么只派出了一个营的火力对咱们进行打击？要是把主力全都集中过来，咱们很有可能就一败涂地了。这是侦察员刚刚发来的信息。既然他们想把我们拉到玉皇顶决一死战，那就如他所愿，往玉皇顶增兵，往实了打，打得越惨烈越好。这样一来就只能拼消耗了。有时候拼消耗就是争取战机。既然我们要声东击西，那就干脆把戏做足了。连长，打不打？打啥呀？这能打吗？可是营长不是让我们清扫敌方残余部队吗？也不能动乱脑子，这是残余吗？这起码一个合成营的兵力。那咱们也不怕，跟他们干。干什么干？这场仗才刚刚开始，还没到壮烈牺牲的时候。告诉兄弟们，放他们过去，再派2个侦察兵去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。是。这么荒芜的仗，都会给他们杀死了。玉皇顶，年年玉皇顶。这龙眼山唱的是哪出戏呀？这真要跟红军在玉皇顶拼个你死我活？换个人可能会这么打，但龙远山不会，他是个老狐狸，他去玉皇顶，一定另有所图。这么说，红方是为拼而拼，而蓝方是为变而拼。哎，许伦军儿，你这个认知提高了。如果有10分的话，给你打7分。哎呀，我又及格了，谢谢首长。机动情况怎么样？前令，坐。根据您的指令，我们从黄石岭直接迂回回来。2道河被重火力压制之后，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。但是，我们遇到了龙眼山正在转移的主力部队。拼掉多少兵力？那倒没有。我是想着，我们这把利剑到后面还要派上大用场的，就没上去拼刺刀。不过，我派了2个侦察兵跟了上去，争取能找到他们的备用指挥所。可以呀，学会动脑子了，还不是跟您学的。哎，吴东胜回来没有？搞到人家核心坐标，估计全部当俘虏了。等战打完了，再给他们庆功。太好了！哎，咱们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？原地待命，保持警戒。啊？这是要把咱们主攻营当预备队呀！我还想着上玉皇顶跟这帮黑曼巴狠狠地干一场。哎，李宗卫，到，我把之前对付2营的一个营战斗群押给你，你随时听我命令行动。还有那2个侦察兵什么情况，随时向我报告。是。哎，我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？你是不是要不听招呼自己通过档案啊？你少给我扣帽子！我什么时候不听招呼了？
我是特殊情况特殊应对。再说了，我已经把我的行动报给吕首长了。行了，你们好好休整，等我命令。是。龙远山这是出了个组合拳啊！啊！首长，有一起演习事故，请您定夺。什么事故？396旅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胜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发生车辆事故，身受重伤。具体情况？现在我们的导调人员已经把人送到了野战医院，正在进行全面检查。重伤部位初步判定是在腿部，现在人处于昏迷状态。不要送到野战医院，传我的命令，派运输直升机把伤员送到离演习场最近的189医院，通知医院组织最好的专家等候治疗。是。安排伤员去野战医院的是梁红那一组。是。很好。他做得很好啊，没有因为突发状况而慌乱，也没有因为另有任务而躲避。那当然了，梁红可是您亲手带出来的高徒啊。但是梁红他们接下来的任务怎么安排啊？什么怎么安排？继续执行他的导调任务。你通知他，还有其他的参演人员，这一消息全程保密。所有的问题等演习结束之后再做处置。是。报告首长，什么情况？我方在玉皇顶遭到激烈抵抗，从火力情况上来看，对方远远不止一个营的兵力。好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龙远山还是来了。命令，2营立即出发，在3营和4营的配合下，向玉皇顶主峰发起总攻，直插对方心脏。另外，1营在玉皇顶外围负责协助。是。爹啊，我们将所有的兵力全部集结到玉皇顶，会不会太冒险了？现在已经很明显，玉皇顶成了红蓝对抗的一个焦点。我们现在兵力占优势，必须趁机一举拿下它，否则会错失战机的。可我总觉得这样的打法不像是龙远山的风格。我倒觉得他是被咱们逼的，他别无选择。哎呀，再加把劲儿吧，胜利在望。今天下午，玉皇顶作战部队将要完成2次强攻，时间间隔可以控制在2个小时之内，完成对红军重装甲部队的牵制和虹吸效应，诱使红军向玉皇顶不间断投入后续作战力量。是，工兵爆破分队带红军重装甲部队增援至石滚河一线，在其前行道路上实施无差别爆破，阻其前行。随后以激光系统引导远程火力，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。是，重装4营反装甲分队大造直逼红军指挥机构之势，逼其就近主力，实施全力反击。是，机降分队趁乱伺机斩首，力图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对红军指挥机构的闪电突袭，活捉所见案。是，通讯部队待机降部队出发之后，对红军所有的频段联络实施全网全频干扰，配合斩首。是，出发。是。明明我们1营是主攻营，凭什么让我们负责外围助攻啊？好了，不从命令，集结部队。是。等等，郭子杰，你这脑子里不会又在打什么算盘珠子吧？情况不对。童志斌，到，给我接指挥所。是。报告营长，接通了。我是1营营长郭子健。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毛病
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梁三毛，一定把他这一下帮我们剪了，这个跟演习没有关系啊。跟谁发牢骚呢？还能有谁？郭子健呗。怎么了？他建议主力部队今晚立即撤出对玉皇顶的进攻。你臭脾气能不能改改呀？咱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这个留心眼儿，我就算有100个好脾气也不够用。那无论如何，咱也不应该建议主力部队就在今天晚上撤离主战场，那不是你一个营长应该建议的事啊。张高原，这个龙远山打仗比鬼还滑，以前什么时候见过他跟人家硬碰硬的打消耗战？在玉皇顶就一反常规，而且是在旅指挥所被我们重创、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。我告诉你，这里边一定有阴谋。那这个鬼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不可能永远凭着直觉在打仗吧？你作为一个指挥员，不可能永远靠着直觉在指挥一场战斗吧？哎，行了，现在还没想清楚，那就让自己慢慢想清楚啊。在我们想清楚之前，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：服从命令。李宗伟那边的侦察兵有消息了吗？没有。已经确定，红方指挥所就在野湖里，随时可以实施斩首计划。回上，抓了2个尾巴，又是侦察兵，一波波的没完了，看来他们还真是死咬着不放。你们俩谁的兵啊？哟，还威武不能屈啊，有点意思。我倒是越来越好奇了。这样，我们解放军向来优待俘虏，通知炊事班给他们俩和那5只红嘴鸟加个小炒肉。是，走。通知劳务口指挥所所有的电子对抗和干扰设备全部打开，把功率调到最大。是。老龙，这么干不怕暴露指挥所目标？他要真凭这些能找到这儿，还真算他有本事。正好我也想看看，这个捅了我龙远山窟窿的，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我看你这是又动了挖墙脚的心思了。报告，讲，蓝军被我方重重包围，企图突围，指挥中心要求我方加速前进，将其消灭。突围？肯定王宁。旅指挥所跟进没有？还没有跟进通报。给我接2营一下。上。2洞1，2洞1，幺洞113，幺洞113。讲，营长，1营营长顾子健来电。小人强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但现在不是我们较劲的时候，我也不是让你违抗命令。看到使管盒了吗？那里地势狭窄，重装备通过缓慢，所需时间较长。如果敌人在那里对我方进行打击，很有可能造成我方兵力被截断。你知道龙远山为什么要这么打吗？所以我怀疑。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，郭子健。2营的仗怎么打，我心里有数。管好你自己。怎么又不生气了？生气管用吗？作为指挥员，怎么能生气呢？话点到了就行，懂多少就看他自己了。既然左右不了别人，就只能靠自己了。哎，马上就要出发了，你去哪儿？你们先走，我去电抗分队。行人，听我
命令2营停止前进，接应我指挥中心，以防蓝军实施斩首。重装备以假目标接近石滚河前沿，迷惑敌人，并预留防空火力分队。这不是违令吗？少废话，我会向吕师长汇报。通知徐大力，让他守在旅指挥所东北侧，没有命令不许离开。是。龙远山这回好像首长，首长啊，你看龙远山的组合拳开打了。哦，好戏开始了。石滚河重装部队集结地域，遭蓝军远程火力打击，损失严重。知道了。是。这龙远山越是玩命，说明玉皇顶越是有问题。参谋长，到，迅速组织出散，归拢人员装备，继续完成对玉皇顶的合围。这是命令，不是商讨。是。报告，进来。石滚河方向发现蓝军车站人员，通过情况引导，对我军重装部队实施地点式精确打击。由于战损装备阻塞，后续部队无法继续前行。警戒部队干什么吃的？人呢？负责警戒的各营之间有结合部，我想蓝军正是从结合部进行的渗透。通知侦察营去你。是，快点。是。石滚河方向报告，导演部通报。蓝军远程炮火袭击之后，步兵反装甲部队已经占领了主要通道，同时工兵对各个通道实施了爆破毁坏，已经完成了对我方部队的分割。奇了怪了，这些蓝军部队怎么这么快出现在我作战区域？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命令：是。1营、2营所有靠近指挥所人员快速回撤。是。报告，讲。蓝军自发起远程打击起，就开始对我所有通讯手段实施全波段电磁干扰，无法通信。电话信道，反复联系，直到监督。是。这龙远山想干什么？这仗才打到哪儿啊？还想斩首？几支保障部队手里没有重装备，不可不发。蓝军的强电磁干扰十分厉害，我们正在对其进行反干扰。能不能通过电磁干扰信号判断出蓝军指挥所在哪儿？理论上是可以，但是我们目前没有能力进行如此复杂的运算。这不是有信息工程专业的大博士在吗？可他是导调人员，来帮咱们算不算违规？谁让他帮了？我就出道题考考他，纯属业务交流。找你有点私事儿，能不能把这玩意儿先关了？郭营长，我们现在正在演习。行吧。我就是想，等演习结束之后，请你吃个饭，单独的，就我们俩。怎么，想追我啊？书上说，邀请熟悉的异性吃饭是有追求的意思。不敢不敢，就是想跟你有个简单的学术交流。那就好。就这么看不上我啊？当朋友怎么样都可以，但是如果当伴侣的话，起码在学识和智商上要在同一水平线上才可以吧？
这什么意思？就你这个博士看不上我这个硕士呗？我没有说，是你自己说的。行，但是现在啊，我觉得弄个博士学位也没什么难的，而且这梁副军长又是你的导师，帮你使使劲儿也很简单嘛。我的博士学位是我靠我自己实力拿下的。虽然说梁副军长他是我的导师，但是我的博士学位是靠我自己一分一分考下来的，是靠我自己的实力，跟掺假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别急呀。这样，我前段时间在书上看到一道题，想了好几天没解答出来。你要是能帮我解答出来，我就承认你这个学历是货真价实的。可笑，我的学历是由学院认证的，根本不需要得到你的认可。切，不会就不会吧？你说那么好听。什么题？报告。二营长江胜强通过有线电话报告，李副参谋长在指挥前线被判定阵亡。二营已经集结3营、4营现有装备人员，组织蓝军切割，并谋求对蓝军进行反包围。好，告诉江胜强，就说是我说的，他干得漂亮。是。另外，告诉他，蓝军指挥机构已经遭到了郭子健的重创，目前损失严重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让他狠狠地打，往死里打。是。好一个江胜强，关键时刻起了大作用了。所以我说政委，别老是盯着郭子健，咱们旅啊人才辈出啊！说实话，在我眼里，2个郭子健都不一定能顶上1个江胜强。哎，偶尔江胜强被打败了，那是偶尔的事儿。你呀，这可就偏心了啊！江胜强，这也算是战前临时调整作战计划了吧？2个人都有功，可是你这态度啊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哎，我也不是完全否定他啊。郭子健这小子啊，确实是有点歪财的，但是这小子不好弄啊。以我多年带兵的经验，像他这样的性格，迟早有一天会捅大篓子。什么情况？最新战报，罗远山要对我们的指挥员实施斩首，上级命令我们马上回援。吴参谋，让李松伟带上1个小型营战斗群跟我走，其他所有人立即回援。指挥中心已经危在旦夕了，这个时候你不回援，你要去哪里？龙远山已经打好了算盘，现在投入多少兵力都没用，要想打赢这仗，必须要抢在他们之前实施斩首。敌军卫星和无人机定位目标，锁定红军指挥机构及其保卫保障力量。但有一点注意啊，所建安的指挥中心给我留下。飞鹰收到。哎，他们这是往哪儿开啊？这条路不是通往老虎口的吗？老虎口？对啊。他又骗我，谁骗你啊？怎么样？专业人士鉴定过了，答案正确吗？服了，我是真的服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上级打个报告，你来我们营给我当首席参谋吧。不用了，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工作。怎么不适合了？我觉得我们俩挺合拍的。再说了，这未来战场更多的是要借力工具和平台，这跟信息系统都是相挂钩的。你不到部队一线，怎么能跟得上这陆军转型的滚滚洪流呢？不着急，我有的是耐心。杨博士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我看他要助纣为虐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，梁总？没头没尾的。南方直升机编队遭受沉重打击，
洪峰这一次出击干得漂亮啊！是啊，我就说396旅绝不可能束手就擒。这个江胜强啊，打起仗来还真不含糊，不仅预留了防空力量，还专门留下一个主力连，防止对方斩首。龙远山这些年啊，所向披靡，这回也该吃点苦头了。飞呼叫野狼，飞呼叫野狼。野狼收到，请讲。机群遭受地面防空导弹打击，机群遭受地面防空导弹打击。红军防空拦截是预料之中的事儿。启动第3方案。第1编队超低空接敌，引导火力打击其预留部队。第2编队改变航向，按第3方案迂回。收到，回复。飞收到。通讯恢复。好，报告，2营方向报告，现已与蓝军武装直升机1个编队交火，击落蓝军武装直升机3架，运输直升机1架，其余武装直升机及运输直升机逃离。龙远山不是牛哄哄的要来斩我的首吗？怎么又往回飞了1营联系上没有？报告，已经连通，顾营长已令其装部2连和1个突击炮排及部分防空火力回援旅指挥所。他本人带步兵1连及其他部分火力，组建了一支小型营战斗群，正向老虎口进发。老虎口？他到老虎口干什么？为什么不服从命令？顾营长判断，老虎口是当前蓝军指挥机构所在地。他判断？他有什么权利判断？为什么擅自决定？营长，这蓝军指挥所真在老虎口啊？你不相信我的判断？那倒不是。这黄石岭的结论基于你的数据分析和吴东胜现地侦查的情报，但是这老虎口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冒险的。问题是我们现在没办法进行现地侦查，而且我相信梁参谋的计算结果。你说咱们这主攻营，明明是给这场仗开了个好局，却活生生挤兑成现在这样，真是憋屈死了。算了，拼一把，活捉黑曼巴的头头，我看他们谁还敢跟咱们面前嘚瑟。这场仗打到现在，算是到了刺刀见红的阶段。是啊，前面打得再精彩，收不好尾的话，也会前功尽弃。从黄灯显示上看，每一个关节点上都有我们的导调人员，保证不会漏掉任何一场精彩对决。那就好，到最后讲评的时候，咱们底气足啊。是，对。首长，你看那儿，把画面调出来。时间到了，行动开始。报告，杨，我方遭受远程火力打击，防卫力量损失惨重。他们怎么使用远程火力？不怕伤到自己人吗？那是蓝方的佯攻，他们假意逃跑之后，把我军引入了他们的远程火力打击范围。报告，情况怎么样？蓝军发起突袭，指挥所保障要素遭重创。2营不是已经进入保卫区域了吗？2营确实已经接敌，但受到蓝军的诱敌之计，遭蓝军远程火力重击。侦察营呢？他们大部分都轻武器，抵抗不了多久，请2位首长赶紧撤离。政委，你们立刻转移，我留下来。参谋长，保护好政委，立刻和郭子健会合。记住，万一我出了问题，由政委接管我的指挥权。是，姐，应该你先撤离。
我是军事主官，我理应留下来负责后续的指挥工作。你们先走吧，我会尽快的。李宗伟，到！立即实施斩首，活捉龙远山。是，2路军队都有，启动。副指！终于见面了。左副旅长，得罪了。说不上，反正就算抓住我，你们也不算斩首成功。怎么？你指挥权交接了？导跳中心有现场录像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以为跑了一个康保平，你们红军还可以卷土重来是不是？你心里很清楚，你的战损比我重。哎呀，索菲旅长，就凭这几句话，你今天当这个俘虏，一点都不冤枉。你以为咱们是拼刺刀啊？如果就按你这个套路来带兵打仗，我劝你还是回到几十年前吧。我不想跟你磨嘴皮子，不相信呐，咱们往后看。往后看？后面有什么呀？后面什么都没了。索菲旅长，战斗结束了！战斗结束了！结束了，这不可能。通知指挥中心，我们立即返回野狐岭。是。不必了。索副旅长已经被龙远山俘虏，红方剩余部队极为分散，且军事指挥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。虽然政委康保平目前正试图与你会合，但是就一营目前的指挥系统来看，没有办法完成有效指挥。
所以，我们这边的目标判定是你提交的。是。演习结束的指令，也是通过你的判定。是的。就是说，你一开始给我的那个答案，是个诱饵。不是。如果答案是诱饵，那就有所偏向，这是演习纪律所不允许的。事实上，答案是正确的，只不过是你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就在2个小时前，龙远山还在这里，但是他跟你打了一个时间差，你中了他的计。可我们现在火力尚存。我正要告诉你，这个区域刚刚受到了蓝军远程火力的打击。郭营长，你阵亡了。就是说，我郭子健现在是整个演习最大的笑话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就算要说，也应该是在演习总结会议上专题陈述，没有必要在这里跟你单独解释吧。郭营长，我这样的首席参谋，你还收吗？营长，旅参谋部通知，马上返回宿营地，各营主官连夜参加旅党委扩大会议。明天早上8点，集团军在基地导调大厅召开演习总结和讲评会议，所有参演部队干部全部参加。郭子健，为什么自作主张？你在最关键的时候把一营的主力拉走，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让整个396旅都成了笑话？同志们啊，我康保平活了这么大岁数，第一次不敢出门了。郭子健进入演习区域之后，
你处处和指挥决策中心不合拍，处处表现你一个军事指挥硕士、院校机关参谋的派头，是吧？我旅指挥所的每一个命令都入不了你的法眼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我索建安佩服。你看看你这些事儿啊，哪一件不是贾生咽不下的烂饼子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就冲你不听指挥一条，我就能撤了你的职。侦察班长吴东升出去执行任务，为什么不请示？为什么不汇报？现在伤势严重，这么大的事故，你不知道反省吗？你不知道总结一下责任教训吗？当着首长的面，你干什么？胡搅蛮缠！郭子健，你想自我作秀可以，别拉着大家一块儿丢人。你不要，我还要脸。左代旅长，您今天说的所有问题，我全认。这次演习出了这么大事故，我郭子健不会当缩头乌龟。吴东胜的事儿，完全是我一意孤行，与任何人无关。要转要撤，无论是什么处分，我都接受。首长，这次对郭子健来说应该打击不小。您说他会不会一蹶不振啊？报告。396旅拿过来的情况通报，征求我们对郭子健的处理意见。他们怎么说？你觉得他们会怎么说？我觉得，我们集团军机关是不是也应该拿点意见？我们应该拿什么意见呢？都安排好了。啊，好了，车辆、装备等一系列安全检查都已经完毕了，咱们明天一早就可以返程了。哎，王远，怎么了？你说今天会上，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过分了？
有吗？没有啊。他郭子健今天都这样了，如果还不给他处分，那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别说我了，咱全旅官兵都不答应。范言之，我倒认为您啊骂得对，解气。那换作是我也骂他不要脸。我骂他不要脸？您忘了？你胡扯！我能说出那么没水平的话吗？我说你不要，我还要脸呢。哥，这不一个意思吗？也是。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对他的处理意见，还是再等等吧。啊？还等？还等啥呀？等集团军领导的意见。不是，索副旅长，他之前是个代职没错，但是这次演习之前，他的任命是直接下到咱们旅里头的。那也就是说，他就是咱们旅的人啊，咱们自己处理自己人，还要看这么多脸色。人家是大机关来的，人小辈分高，懂个屁你！再说了，年轻人嘛，难免犯错误，处分那是为了教育他，不能一竿子打死啊！要是太严重了，那会影响他一辈子的前程的。您啊，永远都是这样，刀子嘴豆腐心。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。郭子健在步兵学院是一个优秀的参谋，也是我梁北华看中的人才，是我放到一营当营长的。但这一切都不能成为为他开脱的理由。首长说的是，你说这个混小子啊，当着全旅的面跟领导甩脸撂挑子，太任性了。指挥员是可以有个性的，保有自己的个性，但是在原则的问题上，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讲。我已经签字了，郭子健属于396旅，集团军机关绝对不会干涉396旅党委对他的任何处置。那您就这么让他硬扛？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扶持，但是关键的几步路还得靠他自己迈过去。梁才，你干嘛呢？怎么连饭都不吃啊？你还在看一营的数据啊？我想检查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错漏。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活动，情况又很复杂。那你查出什么了吗？没有。要我说，就是这个郭子健太自大了。他第一回准确猜出蓝军指挥所的位置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所以第二次才会那么想当然。再说了，你说枪打出头鸟，他总跟指挥所对着干，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？柯营长，郭营长，能跟你单独聊聊吗？我还有事，我先走。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真是背后不能说人坏话。他导条的结论是不是已经确定，无法更改了？是。吴东胜的腿，他以后可能无法继续留在部队了。这件事事关他以后的待遇，所以我想请求你重新核查一下所有数据。我已经复核过了，很抱歉，但事实就是事实。谢谢。连长，敬礼。盯这么紧，是怕我想不开吗？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？我看你是最能想得开的。
我之前是怎么嘱咐你的？我让你态度一定要好，千万不可以触怒。你自己是怎么做的？这事我忍了，态度好了就能过得去吗？那你想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大不了转业。郭子健，我可以理解你，但是你说这些话是一营营长应该说的话吗？行了，明天就要回营，赶紧回去准备吧。明玉虎留下，其他人带回。集合！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向右转，趴吧走。我们俩来一把。起来！不是憋着气吗？朝我这发！起来！营长，对不起。命令是我下的，你有什么对不起的？我当时就想着要把班长说的信号发出去，我没有在第一时间救他。行了，知道错以后就改，下回动手之前，先动动脑子。是，知道了。怎么样？想开了吗？想开了。这丢人吗？营长，你比我还丢人呢。想再摔一轮是吧？不敢了，这你让着我的。吴东胜的情况就是这样，腿是保不住了，而且马上要做手术。行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要往前看，想办法把该做的事情做好。尤其是你郭子健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千万不要被情绪左右。要是再干出什么不计后果的事情来，结果可就不好说了。啊？知道了，政委。啊，有件事啊，你们回去准备一下。吴东胜明天做手术，需要大量的新鲜血液。医院这几天刚好有几个大手术，血库存血出现不足。我和医院联系过了，让一营出几名战士和干部给吴东胜献血。医院的同志今天晚到，给大家验验血。你们回去以后组织好。放心吧，政委。行了，回去了。
小三，给吴东胜请功的事怎么样了？其实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这讲评会一开，侦察班的功劳就变成违规了，所以这事儿现在就变得难办了。再难也得办。他腿要真没了，离开部队以后他怎么生活？放心，吴东胜出了这么大事儿，这材料我无论如何也得交上去。梁灿，这什么情况啊？紧急集合吗？哎，梁灿，梁灿！报告，说怎么回事？报告营长，吴东胜是1营的班长，不单单是侦察班的班长。什么意思？全营各连的骨干基本都是吴班长带出来的，这其中还包括一个连排干部。那又怎么样？吴班长需要输血，很多人都能献血。李松伟，我没空陪你废话，有话痛快说。既然如此，献血就应该人人有份，哪怕是抓阄也行。为什么偏偏是抽侦察班的血？不公平！不公平！不公平！吴东胜，你小子这个兵当的值了。同志们，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份上，我和营长就不能再瞒大家了。吴东胜同志确实是因为失血过多，再加上必须要进行截肢手术，所以确实谁截肢？吴班长是铁打的脚板，不可能截肢。陈俊义，陈俊义，你调的人是不是说错了？搞错了吧？冷静点，冷静点。同志们，我郭子健来部队10几年了，没见过这样的阵仗。今天大家给我上了一课，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战友情。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可也许兵会走，但这样的情感永远不会散，反而会更长久。我替吴东胜，更替我本人，谢谢大家。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，你站在原地，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。吴东胜的确是 AB 型血，理论上说，全营大部分官兵都可以为他献血。
但是要说公平，最应该把胳膊伸出来的是我郭子健，哪怕是把我的血抽干。因为吴东胜从头到尾都是在服从我的个人命令。吴东胜原来是一连的兵，这个责任理应由我这个连长承担。谢谢你为我开脱责任，但事实就是事实。吴东胜的事儿，我难辞其咎。刚才教导员说，吴东胜这兵当得值了。我想说，以后不管吴东胜怎么样，他永远都是我们一营正下班长。至于献血的事儿，我请求大家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。不管将来哪个人的血流在吴班长的身上，我相信他都一定会感受到，因为这是一营每一位战友的血，是一营每一位战友的珍贵馈赠。这次演习的问题，责任在我，但我希望大家不要丢掉了打赢的信念，不要输了一营的气势。我们红一营在长征路上没含糊过，在抗日战场上没含糊过，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没含糊过，今天更不能含糊。听我命令，各连带会按计划组织训练，把短板补齐，把本领练强。向左转，左转，派门走。一山一水一城又一里，愿风雨之后相伴。今天，我被一营官兵的这种行为感染了。我不知道，战友情谊还有这样一种几乎不讲道理的表达方式。一营倒不了，这样的部队根本不用搀扶或敲打。虽然我不清楚这支部队的底气在哪里，但从那一刻起，我坚信，这样有情有义的队伍，老天都会格外眷顾。多少熟悉，你说都会铭记。吴班长，我问过了，今天给你做手术的是全军最顶级的专家。专家能保住俺的腿吗？梁参谋，哎，演习的结果是什么呀？俺们赢了吗？出去！你们都给我出去！吴班长，先冷静点，不要激动啊！俺不信，俺不信！你们都出去！怎么了？你们都出去！他问我演习的结果。他马上要手术了，你还跟他说这些？吴东胜不需要你的血，走。顾营长，马上就要手术了，您快劝劝他吧。
事了，俺就是想跟俺这金右脚告个别。当兵15年了，部队每次演习，差不多都是俺带兵冲锋。这次就当俺最后一次大冲锋吧。营长，来吧，俺准备好了。我陪着你。这样重情重义的部队，是我们的福气啊！做法虽不值得提倡，但情怀理当培植。政委，重情重义，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营的优良传统。吴东胜的手术顺利吗？目前为止还算顺利。家里人呢？吴东胜是个大孝子，死活不让我们通知家里人。他爸妈年纪应该也挺大了，而且身体一直都不太好，都是郭子健在医院照顾。这个郭子健啊，现在情绪化比较严重，让他清醒一下，凉凉脑袋也好。只是没办法向人家父母交代啊。本来这次演习结束以后，吴东胜就转为5级士官了，可以一直留在部队里。但突然之间出了这样的事儿，腿也没了一条。如果真的就这样让他离开部队，咱们作为领导的，是不是得给人家里人一个满意的交代啊？想说什么就直说。请政委为吴东胜请功。这件事啊，很复杂。一则，更高层次的奖励咱们旅定不了；二则就是能定了，操作起来也没那么简单。我先谈谈上级的意图再说吧。关键还在于他们发送的这个情报。请政委为吴东胜请功。疼吧？虽然打了麻药，但是手术的时候，俺感觉很清醒。还别说，咱们当侦察兵的，平常的那点训练啊，关键的时候还真能派上用场。是，一般的麻醉剂麻醉不了你的意志力。虽然不疼，但是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俺的脚，俺的金右脚，就那么一点儿没了。就是不太习惯。
俺可以早的跟你说呀，只要是被俺这金右脚踢过屁股的那些新兵蛋子，大多都很有出息。踢得越多的，他们出息越大；踢得最多的，连比武比赛还经常拿金牌呢。那杨茂林，那就是最典型的一个。真的，我得时不时的，我去叫大夫。没事，没事，俺没事。俺就是想跟你聊一会儿。营长，对不起你，还没有完成任务，对你的承诺。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整个任务，你从头到尾都是在执行我个人的命令。不，营长，你是军事主管，俺执行的都是营首长的作战指令，从来都不是什么您个人的招呼。更何况，俺吴东升当兵这么多年，这次任务是最畅快的一次，也是最想打仗的一次，真的过瘾。营长，俺吴东升这回也算对得起兵王这个称号了。东升，你永远是我们一营当之无愧的兵王。以后的事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替你安排好，不会让你委屈。营长，俺其实知道，像俺这种情况，想申请个立功什么的很难。你也别怪梁参谋，他能在那个时候告诉俺实情，俺真的挺感激他的。做手术的时候，俺想了很多。离开部队以后，俺准备开个维修店，修车、修家电、修什么都行。我对不起你。你没有对不起俺。还手啊！你是全军比武冠军，吴班长他最看重你，用他的金右脚点化你最多。你呢？你把他金右脚弄没了，你就是想要报答他的。起来！你们干嘛呢？怎么回事？乱糟糟的！他们打架呢。没有的事儿。刚才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。这里是医院，受点影响。我出去看看。迷糊。你要干什么？郭营长，
求求你，让我见见吴班长。没完了，班长是他害的，干嘛放他进去？打他一顿能解决问题吗？你跟着我干什么？留下照顾你们班长。营长，那你呢？我不能让吴东胜的右脚白丢。快别哭了，你要是再哭，小心俺拿着金右脚抽你了。班长，你抽我2耳光解解气吧。胡扯！看着你进步，俺是比谁都高兴，也不按俺金右脚疼你这一场。班长，以后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我给你当腿。你这不是胡说吗？你要是真觉得对不住俺，你就答应俺一件事儿。班长，您说。你听好了。俺要你还一营一个兵王。老三，吴东胜的事儿，吕丽到底怎么说？吕领导也挺为难的，人家正开党委会研究呢，我把吴东为难什么呀？郭子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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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志们，这次常委会主要议题有2个：一是对这次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深刻反省，找准差距，迎头赶上；二是对郭子健同志在演习中的违规违纪问题拿出处理意见。我先说说吧。首先，我谈一下，在这次的演习当中，我旅在战时保障工作方面所存在的4个突出问题。郭营长，这是旅党委常委参加的会议，你不在列，你不能入会。我不要求列会，我只提一条诉求，5分钟就够。纪律就是纪律，你别说5分钟了，我1分钟。这怎么说不通啊？哎，你怎么说不通啊？你是不是安静？你，首长，你看他，让他进去。今天党委会破个例，给郭大营长几分钟，党委会暂停一下，等他说完再继续。各位首长，我知道干扰党委会议后果很严重，怎么处理我都行。但眼下这件事，还请各位首长能够尽快敲定。不是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。一句话，为吴东胜报功。啊，
对吴东胜报功的问题啊，一营党委书记桑海田同志已经找我汇报过了，我们将根据有关的规定和政策统筹考虑。你完全没必要到旅党委会议现场来提。吴东胜受伤致残，追究起来，从头到尾严重违反演习纪律，私自用兵，造成的责任事故，你作为营长，难辞其咎。关于你的处理意见，我们正在讨论，你却跑来给他邀功请赏，你脑子怎么想的？索副旅长，我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但请求您看在一位老兵搏命沙场的份上，为他报请军功。搏命沙场，你说的好听，我再重申一遍，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。你用这些好听的词汇装潢修饰，能改变事件的性质吗？李刚是，看不可见。就算认定是责任事故，那也是我的责任，不是他的责任。他只是服从命令。在整个执行任务过程中，吴东胜表现的是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。再说了，郭子健同志，今天的党委会议很重要，你先出去。关于这件事，等会议结束以后再说。政委，我就是知道今天是党委会议，我才来的。等会议结束了，吴东胜这件事儿就没希望了。求求各位领导了。吴子健，还有个营长的样子吗？出去！只要能为吴东胜请功，即便把我这个营长给撸了，即便让我转业，我都没意见。你以为部队是什么地方？立功受奖，能等价交换吗？请求各位领导，就算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，请为吴东胜报功。照你这么说，今天不给他报功，我们就不人道吗？我告诉你，吴东胜不可能报功，连嘉奖也没有，连自己的兵都保护不了，我这个营长有什么用？我不干了。不干！我的天哪！你吓唬谁？我是壮大了。告诉你，今天党委开会就是研究关于你的处理意见。你就是想干，也不一定有机会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各位首长，对不起。保兵同志，你是政委、党委书记，你决定吧。好。既然郭子健啊是今天绕不过去的话题，那好，我们就趁热打铁，专题研究对他的处理意见。龙胖同志，先谈谈吧。郭子健，你这到底当的是哪一出啊？本来是还有希望的事情，让你这么一搅，彻底给搅黄了。希望个屁！你不努力争取，跟我废这话有什么用？你是吃强药了吗？吃强药你也不能到处咬人吧？行了，我不跟你废话，我也不用等他们处分我，我自己打转业报告，大不了我回去创业，养吴东胜一辈子。郭子健，你给我冷静点儿！冷静？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你是没见着吴东胜，
他的脚没了，他的黄金右脚没了。本来以他的能力，可以长期留在部队，以后老婆孩子也可以随军。可现在呢，什么都没了。你让他以后怎么养家，怎么生活？一辈子很长的，你知道吗？很长的。他们说的没错，一切责任都在我，我要负起这个责任。风从未停息，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。你站在原地，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，又再次想起冷与暖曾交织的旧里，远方和故乡，繁华与孤寂都不会容易。这渐渐远离，将梦想都放进了心里。你一步一趋，想着此刻心中的天地，又再次想起被雨洗仍举杯的知己，远方和故乡，繁华与孤寂都一览无余。站住！政委，干什么去？还没闹够吗？这是我的转业报告。党委会已经研究决定了，从明天起你暂停工作，等待处理结果。我建议你休个假，好好想想。这个我先收着。这有人吗？老板，来碗面。哎，好嘞。别动！我是警察！救命啊！他们是假警察！他们是假警察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警察办案，大家不要恐慌。怎么回事？我们是刑警支队的。我们是海通市公安局的，跟你们韩队之前联系过，这次是来执行跨域追逃任务。原来是自己，欢迎欢迎。那我们先回刑警队吧。大强，二人带走。是。警察同志，你的证件再给我开。好。拉下，把他们都给我放了，不然我就杀了他！我退后，快一点，给我退后！我让你退后！好的，感谢你们的配合，谢谢。了解清楚了。清楚了，你可以走了。
你是怎么知道我当过特种兵的？看你对付第一个人的身法就知道了。听说你要转业，要不要去海通？我们刑警队非常欢迎你这样的人才加入。去给你打下手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这个队长让给你。听着好像还不错。你好好考虑一下。如果你没有女朋友的话，我也可以帮忙，让你在海通成家立业。怎么，为报答救命之恩，要以身相许吗？也不是不可以。还是算了吧。一个抓诈骗犯，还能被骗子给蒙的女队长，我可 hold 不住。你说的对，我的问题。再见。你就说你们这一老一小的，啊，这老的吧像个小孩儿，这小的吧他总也长不大。你们俩一见面就玩着对眼的把戏，一玩了10几年了。你别打岔，外婆，我快赢了啊！想得美！你看，他快输了，他要眨眼了。哎，吃饭。哎，郭营长，不带耍赖的啊！哎，对了，你回来休假的事儿跟你爸爸说了没有啊？那有什么可说的呀？不是我说你也想见，啊？你说你跟你爸较劲，这都较了多少年了？我就不明白了，这父子间有什么隔夜仇啊？外婆，咱说点别的行不？行，说点别的。外公，我这次回来有件事想请您帮忙。我就说不对嘛，闯什么祸了？不是，我有个战友，演习中呢出了意外，截肢了。我打听了，我们省立医院不是可以安装那个智能的义肢吗？装上之后跟正常人一样，啥也不耽误。您能不能帮忙给问问？这事儿还用问你外公啊？你齐阿姨不就在省立医院的那康复科上班吗？这事儿你找她准成。我可不想求他们家人啊。什么他们家我们家的？你齐阿姨啊，嫁给你爸爸了，就是自己家里人了。小健呐，你齐阿姨对你可挺好的，你要张不开这口，我替你说。哎，别，我自己打啊！来吃饭吧，来。对于这种两山对出的地形，虽然有利于防守，但明显不易出击。一则视线受限，二则迂回线太长，三则容易被围攻。当时蓝军指挥部的假目标就是设置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但是后来被你们营的郭子健营长识破。今天上午的复盘讲解就先进行到这儿，下午我们会再根据你们营的一德一失2个战例进行针对性的讨论。散会。坐下。小山告诉你的吧？回来了，为什么不回家住？你外公外婆那么大年纪了，不要总去打扰他们。对我来说，那儿才是我的家。这次回来能待多久？谁知道呢？可能就不走了。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？你是个军人，啊，这什么样子？您要是专门来数落我的，我就不陪你了。站住！找你齐阿姨什么事儿？是不舒服还是受伤了？跟你没关系。你说有可能不走了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你想当逃兵？
我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兵，谁爱当谁当去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就不想当这个兵，谁爱当谁当去。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子健，你们稍等一下。哎呀，你们爷俩又怎么了？吴东胜受伤致残，你作为营长，难辞其咎。从明天起，你暂停工作，开始休假，等待处理结果。事情真的没有到最坏的那一步，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自己说放弃。你想当逃兵？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啊？那是部队，想走就走吗？国家培养一个军人，那得多少钱啊？你先别生气，这事情不是还没搞清楚呢吗？有什么不清楚的？他就是被调到了野战部队，他怕吃苦嫌累。我哥才不是你说的那样呢。当初你私下改他的志愿，让他上了军校。他这些年在部队一直干得好好的，上军校就一直是尖子生，现在都当上营长了。当营长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老子当营长的时候比他还年轻呢。要我说，转业回来也不错，还能上公司帮帮你的忙。上哪个公司啊？我的公司不要他，我的公司叫什么？叫军梦。我们军梦是有国防合作资质的大企业，我们会要这种逃兵吗？我告诉你，他要敢当逃兵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打得过他？你先别那么武断，我总觉得这件事另有原因的。子健这孩子从小做事就有一股子韧劲儿，这些年在部队干得也不错啊。对，突然要转业了，会不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你不用替他解释，我今天把话放到这儿。他要是当逃兵，我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，我就当没有这个儿子。我看完了，先说说你的想法吧。我认为不应该让郭子健同志离开部队，这对部队来说是一种损失。哦，对他的评价这么高啊？高吗？应该算是客观吧。据我所知，他给你挖了不少坑，怎么不记仇啊？从个人的角度来看，他的一些做法确实让我非常气愤，但是从部队的角度，他的想法和思路很超前。老师，我认为他所追求的东西跟您一直跟我谈到的理念不谋而合。你真这么觉得？是，我真这么觉得。不是来替他求情的？啊，这算是求情吗？我还以为我只是在跟我的导师交流我的想法而已呢。明白了，郭子健现在就是一锅半生不熟的八宝粥，还需要慢火好好的煨煨他。外公外婆，嘿，小山来了，来，看快坐，快呢坐，可想你呢。我也想你了，外婆。我哥呢？一回来，一头扎到屋里就没出来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还能因为啥呀？又跟我爸干架了呗？又干架了？这回是为了什么呀？小山，到，进来。警告你啊，今天的事儿别跟外公外婆瞎说。什么事儿啊？转业的事儿？嘘。我这次保证不多嘴了。哼，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了。我不是为了你俩能和好吗？那你就别白费力气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爸永远不可能和好。哥，行了，别为他求情了，
说了也没用。果然是我爸的儿子，说的话都一样，臭脾气也一样。哎，小徐啊，是我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们家表弟跟我们家子健在一个部队。我想麻烦你跟他打听一下，子健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他爸爸想他了，这不好久没见吗？挺担心他的。好的，那就麻烦你了啊。哎，好，再见。给谁打电话？我们徐护士长有个病人的情况，我跟他交代一下。哦。你不都要转业了吗？还看这个干嘛呀？习惯了。我看书上说，养成一个习惯需要21天。你要是不喜欢当兵的话，回来不用1个月，你就可以完全适应一个新的状态了。离开部队可不是戒掉一个习惯那么简单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哥，我觉得你挺喜欢部队的。其实我一个人创业也可以，你没有必要为了我。那你还真想多了。那你为什么要转业啊？上次打电话你不还说你要出差？出差不顺利，输了。你懂什么呀？我怎么不懂了？咱们家做军品生意的，出差什么意思我能不知道？不过输了就输了嘛，人生总不能一直都赢啊，对不对？可有些人输进去的是一辈子。谁啊？行了，赶紧回去。哦，对了，你还没说找我妈啥事儿呢。张山，将功补过的机会只有一次，你先说能不能完成任务？保证完成任务。你哥让我帮他战友问一枝的事儿。嗯，对呀。妈，你把他战友的情况发给我，明天我就去帮他问。好。哦，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，我爸那臭脾气你也知道的。就你爸，嘴上嚷嚷的厉害，其实心里边对你哥惦记着呢。爸爸，我以后也能当一名军人吗？当然了，来。开心吧？一会儿呢，我们就看镜头啊。我们子健呀，真帅，以后啊，肯定是比爸爸更厉害的军人。来看这里啊，来，3、2、1。儿子，咱们谈谈。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。你这体力照我年轻的时候差多了。我跟你说，在部队时候没好好练啊，净混来着，啊！你给我站住，站住！哎呀，怎么了？你这骗人有意思吗？兵不厌诈，这叫战术。哎，我看体能不行的是你吧？当老总天天大鱼大肉的，早把部队训练忘了吧？你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，你跟我说明白，你就那么想离开部队吗？这么多年的军旅生涯，你一点不留恋吗？啊？当兵有什么不好啊？
咱们家你外公，我还有你，一家3代军人，当年要不是为了响应军队的号召，给有文化的年轻人腾地方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会离开部队的。你倒好，现在部队条件多好啊，你却要离开部队，你坏了咱们家的传统，你破坏了军人的军魂。你妈妈要是活着，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。你别给我提我妈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你关心过她吗？关心过我吗？提传统军魂，你不配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！外公，回家吧，外婆等着吃早饭呢。虎子，你不用总过来，这边有护士呢。没事，班长，稍后不忙就过来多陪陪你呗。哎，听说最近在复盘演习的经验教训，都说啥了？给俺也讲讲。都挺好的。虎子，你今天不在状态啊？没有，班长。别以为俺现在少了一条腿就没法踢你了。李一虎，到。是不是营长出什么事儿了？班长，营长他已经走了。郭子健他搞这么大个事儿，一个休假就完了？那休完假以后呢？这算哪门子结论呢？关于他的处理意见，目前党委有分歧。这还有什么好分歧的？这大闹党委会的事儿他都干得出来，他以为他谁呀？孙悟空吗？现在这个事儿在集团军和战区陆军机关上上下下都传开了。要么你来替党委做决定？不是，您提拔的事儿眼看就在节骨眼儿，这是两码事儿。报告，进来。什么事儿？首长，楼下有一个叫吴东胜的老兵找您。吴东胜？吴东胜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宋副队长，你的伤还没好呢。来，坐下。哎呀，慢点。慢点！来，你不要命啊！苏队长，俺的伤没事儿，俺什么功劳都不要，你让俺们营长回来吧。哎呀，吴班长，郭子健的问题不是因为要给你请功啊。苏副队长，俺今天这次来呢，就是想告诉你。俺的伤跟营长没关系，那当初是俺自己主动要求去黄石岭侦察的。吴班长，我们都知道你舍不得你们营长，但是也不能为了替他开脱就说瞎话呀。俺没说瞎话，别着急，慢慢说啊。俺说的都是真的，不信你去问问林一火，问问侦察班的同志们。在营长下达命令之前，俺已经做好准备，去向他请战了。所以，要处分，就处分俺吧。可他是1营的指挥员，不但违反了纪律，在演习中造成了重大失误，还造成了这么严重的责任事故，这些都是他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啊。郭营长不是想故意的违抗命令。 他只是想认真的打赢这场仗。
俺知道，俺只是个班长，没权利在你们面前为他求情。但是说句心里话，郭营长来义营之前，义营是个什么样子？现在好不容易，大家伙有了士气了，想好好训练，想好好打仗了。咱们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让他散了。小吴啊，你的心情我理解啊。关于他的问题，党委正在开会研究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会把你的意见传达给领导班子的每一个成员，好吧？但是呢，咱们部队有部队的纪律，有它的规定，具体怎么处理，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。至于你个人的问题，你放心吧，小吴，我们不会不管的。记住了，当务之急，把伤给我养好，听到没有？宋部队长，您说的俺都明白。俺的事儿是真的不用麻烦部队。宋部队长，俺今天来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作为一名老兵，想恳求吕首长的，为咱们一营，为咱们部队留下一位好营长。非得跟他较什么劲呢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谢主任，您说的那位病患的情况我们研究过了。哎，陈总也在呢，那正好。君梦集团不是自主研发了一款智能义肢吗？我觉得正好适合他的情况。让我看看。吴东胜，这是子健的战友，子健这次回来就是为了他，他故意跟你说什么转业，就是为了跟你赌气。你有什么话不能跟他好好说呢？就跟炮仗一样，一点就着。不是我一点就着，他跟你们都能好好说话，就跟我不行，啊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。他不是需要义肢吗？让他来找我谈。又来这套。他就是想让我跟他妥协，我知道。子健，那可是你亲爸，为了你的战友，什么妥协不妥协的？行，那我就去跟他聊聊。你这战友的腿是怎么受伤的？演习事故？跟你没关系。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可以把你这战友加入实验的名单里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可以，什么条件都行，拿我的腿换都可以。我要你腿干什么？做火腿啊？啊？明天我要请老战友聚餐，你负责替我安排一下。就这？就这。明天上午9点，
准时到我这儿来报道。好。等一下。中午了，一起吃个饭吧。不吃了。这干什么呀？你忘了小辉的生日礼物啊？儿子的生日都忘了。上回你可说过生日带他去动物园看老虎的。我有说过吗？赶紧的，趁着最近忙完了，这周我和教导员值班，你多陪陪老婆孩子，别待会儿嫂子都忘你长什么样了。梁红梁参谋的讲评总结你也听了吧？啊？你觉得他的分析有没有道理？虽然说郭子健对于蓝军指挥所的打击被判定为无效，但是他能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准确地判断出蓝军指挥所的正确位置，挺有本事的。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才导致他过于自信，选择进攻老虎口，放弃回援。对，这也是最终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。没错。玉皇顶一战，显然是龙远山给我们设的一个圈套。那我们来想一想，如果郭子健放弃老虎口，选择回援，结果能改变多少？不好说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择？如果是我，我也会选择去老虎口。你不会，我也不会，因为我们都不是郭子健。是啊，郭子健就像一只猛虎，一般的条条框框束缚不了他。郭子健啊，郭子健，少了你这只猛虎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